赵元珠身为宋徽宗的第20个女儿，命运却将她卷入时代的惊涛骇浪，成为金兀术完颜宗弼的妾室。她的一生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尤其是为金兀术生子这一传闻，更是如迷雾般笼罩，勾起人们无限的好奇与探究欲望。赵元珠出生于北宋末年繁华奢靡的宫廷，本应尽享荣华富贵，在温柔乡中度过顺遂的一生。然而，命运的齿轮无情转动，靖康之耻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向北宋王朝，也彻底改写了赵元珠的命运轨迹。金兵如狼似虎般攻陷汴京，北宋皇室瞬间陷入灭顶之灾。赵元珠与众多皇室成员一同被当作战利品掳往北方，从此告别熟悉的故乡，踏上了一条未知且充满苦难的颠沛流离之路。在那冰天雪地的北方异域，他被分配到金国名将金兀术身边，成为其妾室，开启了人生中一段截然不同且充满未知的旅程。关于赵元珠与金兀术之间的情感过往，历史典籍的记载犹如凤毛麟角，极为稀少。但从一些蛛丝马迹般的文献资料里，仍能隐约探寻到二人情感的踪迹。赵元珠虽身为北宋亡国公主，身处异国他乡，遭受着命运的无情捉弄，却始终保持着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以及在苦难中磨砺出的坚韧品格，宛如寒风中傲然挺立的红梅。而金兀术作为金国战功赫赫、威名远扬的名将，或许是被赵元珠独特的魅力所吸引，对他颇为宠爱。在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中，两颗心逐渐靠近，爱情的种子悄然种下。最终，赵元珠为金兀术诞下了一子，这段跨越民族与仇恨的情感，也因此有了更为深刻的羁绊。赵元珠为金兀术所生之子，宛如隐匿在历史迷雾中的神秘身影，引发无数猜测。一些文献资料虽明确提及赵元珠育有一子，但孩子的具体名字、出生年月以及生平事迹，却仿佛被岁月的洪流冲刷得干干净净，难觅踪迹。有人推测，或许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这个孩子并未留下显著的印记，被无情地淹没在时代的滚滚车轮之下；又或许，他的真实身份因某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被世人遗忘。然而，无论真相究竟如何，赵元珠生子这一确凿事实，无疑为这段本就充满传奇色彩的历史情缘增添了一层更为神秘的面纱，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真相。命运似乎并未打算放过赵元珠，在金兀术去世后，他的人生再度迎来重大转折。金熙宗这位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同时也是金兀术的亲侄子，将赵元珠收为夫人。于是，赵元珠继续在金国宫廷那深似海的庭院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尽管远离了故乡和血脉相连的亲人，身处异国宫廷的复杂环境，但赵元珠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默默承受着一切，坚强地生活下去，在历史的夹缝中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痕迹。赵元珠与金兀术的这段故事，绝非仅仅是一段个人情感的纠葛，它宛如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北宋末年皇室成员那悲惨至极的命运，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战争与征服的残酷本质。他们如恶魔般肆意摧残着人性与情感。这段尘封的历史，宛如一记警钟，时刻提醒着我们，战争带来的绝不仅仅是领土的易主、权力的交替，其背后是无数鲜活生命的消逝，是一个个家庭支离破碎的惨痛代价。我们应当铭记历史，珍惜和平，避免重蹈覆辙，让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就是过鬼门关，死亡率极高。他说这个10死1生，当然也不至于这么高的死亡率，好家伙，10死1生，怎么至于？但是死亡率真的很高。结果后来果然如此，许皇后被毒死了，可是连皇帝本人都没有怀疑过，即便是贵为皇后，那么妇女生产死亡也是常事儿。这是后来其他的事情把这个案件给带出来了，
否则的话，刚开始的话，这个事情刚发生时，的确没有人怀疑这是下毒。你由此可见，当时的妇人生产死亡率之高。那么，这个南朝刘宋时期，陈延之写的小品方，那里边描绘过当时的一个风俗，啊，夫死生皆有3日也。它指的是妇女生产前后，死生皆有3日也。故使妇人产，下地作草，法如救死也。既得生产，谓之免难也。亲属将猪肝来庆者，以猪肝补养五内伤绝也，非庆其儿也。好家伙，就说女性生产前后3天都是危险期。女人生产的时候要做草，坐在这个草堆上，为啥？一个就是这个生产时候那个血污可以用草去吸它，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这是古人对付将死之人的办法，也就是说，把女性生产的时候要把她作为将死之人来对待。一旦顺利生产，把你叫做免难，意思就是你过了这道鬼门关了。然后亲属带着猪肝来给他庆祝，庆祝啥？庆祝你不死，不是来庆祝你生儿子。你就可见当时能够生产，那就是过了一道鬼门关。在很多的这个古人的墓志当中，都能够看到很多女性死于生产。比方说啊，这个在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馆里边，就藏了很多类似的墓志。我们看一下这些墓志，对吧？大概你就能了解到那个年代有多少女性死于生产。这还只是在文字当中有明显表露的，还有很多墓志并没有明确说起死因的。一般妇女如此，贵为皇后、贵为贵妃，也照样如此。一个是本身生产就充满了艰辛，此其一；其二，不仅女性产妇危险，新生儿也危险。幼儿的夭折率是相当高的。你比方说唐玄宗的武惠妃，这个武惠妃啊，前面一共生过3个孩子，结果3个孩子全部都是幼年夭折。武惠妃非常的伤心，结果后来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起名叫做李昌，这就是后来的寿王，也就是杨贵妃的老公。大家不要认为我念错字了，那寿王不是叫李瑁吗？对不起，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李瑁是新旧唐书搞错了名字了，他们有共同的始源，这个原始始源错了。人家寿王的女儿的墓志现在已经出土了，包括欧阳修的写的这个《集古录8尾》当中也提到过，他曾经看见一个唐碑上把寿王的名字叫做李昌，而不是李瑁。你想这2个字多近似啊！啊，王字边这边是一个昌盛的昌，那个字这边是一个冒犯的冒，字形很相近，实际上是新旧唐书抄错了。而这个寿王李昌刚生下来的时候，武惠妃又担心了，为啥？前面的孩子都夭折了，3个了，那这第4个能养活吗？而当时有一个民俗，就是你生孩子担心养不活，然后怎么办呢？可以交给别人去抚养，这样子也许能够度过一劫。你还别说，这个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既然夭折过那么多孩子，这个恐怕说明你家的照顾方式，你家的生活环境可能有一定的问题，换个环境也许就能够免除此恶。而后来唐玄宗的大哥李承器主动的担当了这个任务，把刚生下的寿王抱到自己的府里边，然后加以抚养，然后一直到10几岁，这才重新返回宫内。那时候已经长大成人了。你从武惠妃的生育之路，你就能看得出，这个不仅是产妇死亡率高，婴幼儿的夭折率也是蛮高的。所以啊，在中国古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幼儿的生命权甚至得不到完全的确认，体现为很多幼儿生下来之后，一旦夭折，一般来讲，幼儿是不会进入祖坟的。
为啥？你的命定得住定不住还是个问题。一旦定不住，那对不起，你连进祖坟的资格都没有。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古代女性生产啊，难产这个问题竟然具有阶级性。比方说，北魏有一个僧医叫释鸾写的调气方当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他说呀，愚者异想，畜生之类缘何不闻有产死者？淫女偷生，见必独产，亦未闻有产死者。其产死者多是富贵家，聚居女妇辈。这提到了一个阶级性。他说呀，你看啊，这个淫女偷生，还有身份比较低贱的那些婢女生产孩子，这些很少听说有难产的。一般来讲都是富贵人家的那些妇女，难产的比率比较高。为啥？啊，这为啥？还有一个，这个元代朱丹溪写的《治法新要》在这里边也提到了这个现象，说世之难产者，往往见于郁闷安逸、富贵奉养之人，贫贱者鲜有之。你看，一个北魏，一个元代，大家都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可见这是一个自古有之的一个现象。那么什么原因？其实啊，一个富贵人家营养充足，甚至往往营养过剩，容易形成肥大儿，那么难产的几率就比较高。另外一个，古代上层社会女性一味静养，少有活动，传统医学认为这叫气虚，久坐不孕而愈弱。而平民女性呢，一直到临盆都不脱离那种生产劳动，尤其是刚才提到所谓淫女偷生，就是有的女性这个偷偷的，比方说出轨，然后呢怀孕。那为什么这种女性也很少有难产呢？因为这种女性她不敢将养啊，她不敢告诉别人说我怀孕了，因此她一切活动还得照常进行啊。是由于这个过程当中她始终没有脱离生产，所以反倒起到了一个意外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劝这个孕妇还是要定期适量的进行活动？原因就在这儿。一味的将养，营养过剩，只会带来负面的这个结果。由于女性生产死亡率高，所以在生产这个环节内就有极多的禁忌、巫术思想。古代的这个很多的地方大多数时间段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越难治的疾病，围绕它产生的巫术思想就越多。你比方说精神病难治，就产生出了很多的狂鬼治病这样的说法，对不对？疟疾难治，就产生了疟鬼缠身的说法。那女性因为难产，这个比例比较高，围绕女性生产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禁忌。你比方说一心方引的产经就说过，说是当妇女难产的时候，家里边的门要打开，窗要打开家里边这些器具，什么瓮啊、瓶啊等罐啊，这些只要带盖子的全部都打开。啥意思？通达嘛。盖儿打开了，家里边器具所有的盖儿打开了，你这个孩子也该出来了。这是一种叫做物物相感的一种巫术思想。所以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诞生了所谓的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民俗。不是所有的民俗都是好的哦，有些民俗是从巫术思想里边派生出来的，这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还有一点，女性作为男性的这个从属，第二性，而且再加上一个是女性可能潜意识里边就遭到歧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女人这个定期有月经，而血液历来被视之为叫不洁之物，所以也有很多的这个女体禁忌。女人有些场合不能去，比方说有些祭祀的场合你不能去有些这个制作，比方说什么药物炼丹的这个过程当中也不能见女人，这种禁忌很多的。在战场上这点体现得更为突出。
啊，你像这个杜甫写的《新婚别》当中就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古代讲兵阴阳啊，什么叫兵阴阳？因为兵者险事也，正因为战争很危险，所以围绕战争也有很多的禁忌，而其中有一条就是，打仗之前女人不能在军中，妇人在军中，兵器恐不扬。啊，你不要去骂老杜，说老杜歧视妇女，对不起，那是那个年代的社会普遍认知，它就是这样，对吧？这是时代的局限性。有关于女体禁忌的问题，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大家看一下，蒋竹山写的《女体与战争：明清亚炮之术，阴门阵在讨》。就是明清时期火药武器在战场上不是已经这个得到了普遍的运用吗？而那个年代对待火药武器，往往用女性去压制对方的火炮。比方说敌人来攻了，啊，敌人在城外架起了火炮，要轰击我们的这个城墙，我们这边就把一些妓女赶到这个城墙上去，让他们脱光了这个衣服，然后呢，巫师在借势来做法，用这个办法压制住对方的这个火炮。为什么？因为火药属阳，女人属阴，以阴克阳，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用意。所以啊，这篇文章就探讨了这个阴门阵是怎么诞生的，为什么认为女性的身体能够压炮，对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女性的身体具有这种能力？而且，这个以女体为不洁，尤其是以这个月经为不洁，这在世界各国当时都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为啥呢？因为啊，一个流血这个事情，人的潜意识、原始的本能就对流血很忌讳，因为流血意味着受伤，意味着死亡，天然禁忌，这是一种潜意识。第二，月经期不能同房，使得这也违背了这个古人追求生殖繁衍的生物本能，因此对月经很厌恶，由此就变成了一种文化，就是对月经的这个禁忌。我们举个例子，你比如古希腊时期有一个女性科学家叫希帕提亚，希帕提亚呀，精通哲学、天文、数学，是古希腊众多思想家当中闪闪发光的一个明星，而且她是个女性，但是她呢貌美，追求者众多，结果呢，这个希帕提亚呀就不胜其烦，她不愿意跟任何男性交往，对吧？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啊，但是男性追求人又这么多，这希帕提亚历来个性特立独行。你知道希帕提亚怎么对付这帮家伙？希帕提亚竟然把自己的月经布条抽出来，扔向这帮的追求者，把这帮的就给吓跑了，因为他们视这个东西为不洁。就是希帕提亚倒也挺有办法的。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女性月经很重要，那么月经用品这个问题当然也很重要。可是问题就在于，你翻看一下古代的医书，在明朝以前极少提到女性的这个月事的用品。你说按理说应该有一种舒适的、卫生的、方便的月事用品，造福一半的人口，这跟一半的人口生活密切相关呀。但是这个由于月经禁忌的问题，男性很少去关注这个问题，而绝大多数的医书又是男性撰写的。尽管月经用品肯定自古以来是有的，可是他们不关心，以至于我们在医书当中很少看到男性的医学家提到这个问题。这张图片来自于这个明代的龚居中写的《福寿丹书》，他把这个玩意儿叫做驼月。什么叫驼月？驼月呀，是原本意思是这个冶铁时候的古风的工具。由于这个月经带，大家看这个图片，它那个形状接近于那个驼月，所以以此而命名。这个东西是用这个一般来讲是用布做的，还会垫上这个草纸等这些东西。你要知道，这个
为什么古代的医学家很少描述这个月事用品呢？在他们意识里头，他们并不认为这个东西有多重要。但是为什么到了明代以后呢，对这个问题又重视了呢？还是男性的需求，因为明代出现了一种新的炼丹的方式，叫红铅。啥叫红铅？要用女性的月经血来作为炼丹的原材料。正因为男性有需要了，所以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了。那么，围绕着这个月经禁忌，甚至产生了一个风俗，就是月事，女人来了月事，甚至不能直接的把这个话给说出来，要用委婉的方式来暗示。比方说，在东汉释明有一个释守事当中，提到了汉代妃嫔禁欲制度的一个细节，怎么呢？就是其有月事，止而不议，重以口说，故著此丹于面，卓然为实。女使见之，则不书其名于地录也。皇帝不是要翻牌子吗？当然那个年代它跟清代不一样，没有那个牌子翻牌子，我们可以把它俗称为叫翻牌子。但是这么多妃嫔当中，如果有谁有月事在身的话，就会在头上涂一个红点儿。你有了这个红点儿，主管这个工作的女使见到之后，就知道今天不方便，那行了，今儿你不在名单上，就这个意思。按理说你说出来不行吗？不说，暗示，因为这玩意儿是个禁忌。还有最后诞生了一个委婉的称谓，把月事叫做承姬之姬。什么意思呢？史记记载说，汉景帝想临幸自己的爱妃承姬，结果承姬当时呢应该是有月事，结果承姬就把自己的侍女唐儿打扮成自己的模样，然后把她送入了卧房。结果汉景帝当时喝的是酩酊大醉，所以也没有发觉这换人了。因此从此以后，人们就开始把月经称之为叫承姬之姬，就是这变成了一个委婉的一个代名词了。如果哪个女性说我有承姬之姬，那意思就是我月事在身。我这里顺便说一句话，有的时候人的命就是如此的奇特，对吧？这个侍女唐儿就被皇帝临幸了这么一次，就一夜而成孕，生了孩子，然后她五世孙不是别人，就是东汉光武帝刘秀。我刚才说了，围绕着生产，围绕着月事有很多的禁忌，所以还有一个风俗，就是你不能到别人家去生产，你到别人家生产，犯了大忌讳了。明代的《万历野获编》提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怎么呢？就是慈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就是万历皇帝的生母李氏这个有眼疾，结果后来有一个民间的女医彭氏，据说是治疗眼病很有一套，然后被招入宫，给这个太后治疗眼疾，很有效。而且这个彭氏还有个特点能说会道，还特别爱给这个太后唠那些市井杂事儿，就社会上有什么新闻哪个地方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儿这一说，太后还特别爱跟这个彭氏聊天所以彭氏就经常进入宫中，而且每次太后都会给他赏赐一些东西。而后来彭氏怀孕了之后，彭氏竟然还频繁出入宫禁，为啥呢？贪恋太后的赏赐。其他的宫女都劝他说，你不要再来了，你现在怀孕了，按民间的习俗你也不应该到别人家去，对吧？你哪天要是把孩子生在宫里边，那还了得吗？但是彭氏不听，原因就是贪恋财物。后来果然他突然生产了，而当时就在宫中，结果在宫里边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结果万历皇帝听说了，勃然大怒，因为犯了大忌讳了，对吧？立命杀之，要把这个彭氏给杀死。结果慈圣皇太后还给这个彭氏求情，最后呢，皇帝一看母亲求情没有办法，
然后让礼仪房把这个彭氏打了30棍，然后驱逐出去。结果后来第2年，慈圣皇太后驾崩了，而万历爷霍边认为这有因果关系，这其实大家也知道就是个巧合，但是万历爷霍边就认为有这个因果关系啊，因为这犯了忌讳了，对吧？所以他说：“盖继产虽俗忌，然不避者或利见。既已嫁之女有任，其夫非赘婿而归宁者，母家必遣之行，况恭敬乎？”那意思就是说，在别人家生产那是个大忌讳，就是自己家的女儿有孕要生产，除非你这个女婿是个赘婿，是个上门女婿，否则的话你也只能在夫家生产，你不能回娘家生产。民间尚且如此，何况宫廷呢？他就这个意思。其实大家也知道，2件事之间不是因果关系，但是他就把它联系在一起。思想动机是什么？就是生产不洁嘛，就是生产禁忌嘛。还有一点，也是男性的患者遇不到的一个话题，遇不到的一个现象，什么呢？男女授受不亲，而偏偏大多数的医者，尤其是高手医，是男性，那女性怎么治病啊？所以女性的健康保健真的是很受当时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的影响，这负面的影响肯定是有的而且很多女性自主的、自觉的去履行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男女授受不亲，我绝对不能看男医生。你比方说，有个《节妇马氏传》记载了元代的一位女性，说这个马氏乳生阳，这个古代所谓乳生阳，大概率是乳腺癌。有人劝告她看医生，结果马氏说：“吾阳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就是说我就是宁死，我也不能让男医生来给我看这个病。结果后来果然死了。当然你说，如果他真的就是乳腺癌的话，男医生给他看不看，恐怕都是一样的。但是呢，你从这个行为你能看得出，不管是什么疾病，只要是在男性面前要露出身体的，他绝对不会请男性来看。这种现象不是独有的，不是马氏独有的，这是当时的一种社会主要思潮有些疾病只要不暴露隐私部位的，是可以请男性医生到家里来诊疗的是可以的。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个禁忌，也有很多的讲究。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你让女性抛头露面到外边求医问药去找男医生，这也是个禁忌。尤其是遇到什么这个要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更是如此。那即便不暴露隐私的，比方说普通的诊疗，那到了家里边要望闻问切，对不对？有时候医生跟患者都不能见面问的时候咋问？医生跟家里边的那些婢女捎话，对吧？我坐在外边，你到闺房里边问一下小姐哪儿不舒服怎么回事去问一问。有时候要切诊脉那诊脉必须要，那就得接触吧？怎么接触主要的办法是啥？男性医者带一方手帕，然后女性患者把手腕伸过来，男性医者要把手帕盖到女性的手腕上，然后来诊脉。至于还有种说法叫做悬丝诊脉，我跟大家要说，完全是小说家言。悬丝诊脉是不存在的。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带这个一方手帕或者带个薄纱，这个见于明代的医学入门，这个是有明文记载的。而所谓的悬丝诊脉只见于民间的传说。你想一想，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做悬丝诊脉女性患者躺在闺房里头，男性医者坐在屋子外头，然后用一根长长的丝线，对不对？搭到女性的手腕上，然后我手摁在这个丝线上来感受一下这个脉象，这可能吗？脉象本来就比较的难以准确判断，
诊脉很难的，更何况你长长一条丝线，这风吹草动，任何的你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正经的医书啊，古代正经的医书没有说悬丝诊脉，没有，对吧？只不过清代由于悬丝诊脉这传说太盛行了，清代出现了一个荒谬的一个现象。李阳全写的《中国文明的秘密档案》这里边记载过，说是这个原先老北京啊有4大名医，其中有一个施金墨先生，他曾经说过，说悬丝诊脉啊可谓一真一假。所谓真者，指的是清代宫廷真的出现过这个事儿；所谓假者，指的是悬丝诊脉纯粹是走形式，根本诊不出脉来。清代但凡后妃们生病，往往呢由太监来介绍病情，然后太医呢仔细的询问状况，包括你的这个胃口如何呀，二便如何呀，这个精神如何呀，舌苔如何呀，等等等。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的太医啊，要给那个宦官，要给那个太监，要递点银子，因为有的太监，你如果不给他行贿，他为难你，他不给你说完整的病情，结果导致你诊断不准的话，你要受责罚的。所以为了不让他给你捣乱，有的人要给太监送礼，太监给你原原本本的把病情说清楚。这问完了之后，其实太医已经心中有数了，但是然后要干啥？要开始悬丝诊脉，让这个太监牵一根长长的丝线到里边去，然后在那儿悬丝诊脉。施金墨说，这悬丝诊脉完全走形式，实际上通过前面的询问，太医已经基本上心中有数了。这时候的悬丝诊脉其实是在干什么？是留一个思考的时间。那根丝线上什么信息也得不到，他是在悬丝诊脉的过程当中在这思考药方呢，对吧？这是借用了你们既然都相信所谓的悬丝诊脉，那好吧，你相信啥我给你来一个啥。但是这个过程完全走形式，我真正脑子里想的根本不是你的脉象如何，我在干啥？我在考虑我的药方。中国古代是如此，一直到近代尚且如此。你比方说，这个清代在广州有一个美国传教士叫伯驾，创建了一个伯驾医局。这个伯驾医局在当时还蛮有名的，应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所真正的西医院。这个伯驾后来在林则徐在虎门销烟的过程当中，林则徐因为自己身患有这个疝气，还曾经让这个伯驾给自己看过病，所以说伯驾这个还是比较有名的。但是伯驾设的这个医局啊，遇到一个尴尬的现象，怎么呢？既然是医院，那当然要分科，所以这里边呢有妇科、产科有的，但是呢，这个其他的科，陆陆续续都有患者来求诊，唯独是这个妇产科没人，所以伯驾呢就这个非常的尴尬。后来有一次，有一个妇人前来求诊，伯驾还很高兴，觉得啊，终于有女性来接受男医生的诊断了。但是呢，就昙花一现，就这么一位，这位走了之后，又连续多少天，这个妇产科没有任何人。结果后来有一次，终于有一个孕妇在伯驾的医局把孩子给生下来，但是她是因为受了外伤，这个孕妇受了外伤来这儿求诊，在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情绪高度紧张，引发了宫缩，最后提前生产，等于是意外情况下把孩子生在这儿了。好，这也算是伯驾的医局开张了吧，妇产科开张了吧，只能这么算。但是你说这就体现出这样当时的一个现象，当时女性就是禁忌看男医生。我刚才说了，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医人都是男性，还有一个，尤其是高手医，那更是男性的天下。但即便如此，在这个夹缝当中，也有女性的光芒。比方说谭云贤，
谭允贤就是明代一位著名的女医，她是无锡人，生于明英宗时期。然后呢，按照她的这个侄孙给她修的这个女医杂言的提拔的记载，她去世于明朝嘉靖年间，享年96岁，对吧？这个谭家是无锡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曾经是名医，但是呢，到了他父亲的时候，他父亲呢开始当官了。你要知道那个年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干啥？不是为了当医生，是为了当官。所以他父亲这个走上仕途之后，那等于家里边就放弃医业了。可是允贤自小聪明伶俐，对这个医术特别的有兴趣，所以呢，他的这个祖父祖母就觉得，如果让这个孩子去搞那个女工的话，简直是大材小用。这明显是一个医学天才，所以就开始让他学难经、学脉诀等这些医书。尤其在这里边，我们要提到他的祖母，他的祖母如氏，那本身人家如氏就是个高手女医，在培养谭允贤方面可以说是倾尽心血，也能称得上是对谭允贤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位女性。你要知道，后来谭允贤走上职业医生这条路，祖母对他的鼓舞是最大的。由于男女授受不亲，所以女性医人，尤其是有水平的高手医，十分的稀缺。谭允贤能够开始悬壶济世，能够开设医馆，那家伙一时之间女性患者是络绎不绝。谭允贤很快名声大噪。你要知道，谭允贤走上这个行医这条路，能够突破这个偏见，变成一个职业女医，请大家要明白，谭允贤要克服多大的心理障碍，这是相当难以迈出去的一步。为啥？本来医生在古人眼睛里就是一个卑贱的行业，更何况职业女医，那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就更多了。谭允贤说，主要是他祖母给他托梦造成的这个影响。怎么呢？谭允贤刚开始虽然精通医术，但是谭允贤原先走的道路，也是当时女性普遍走的一条道路，就是相夫教子，当一个家庭妇女。结果后来谭允贤有一次得病，病得很重，以至于家里边他夫家开始给谭允贤都准备后事了。结果在迷迷糊糊当中，谭允贤做了个梦，梦见已经故去的祖母跟他说，你这个病不当死，你死不了我不是给你留下了很多的医书吗？你这个病你要看某本医书第几卷第几页，在那里边那个药方就是针对你这个病的。结果谭允贤抱着病体起来，翻阅医书，照方抓药，结果果然治好了自己。而且在那个梦里边，他的祖母还跟他说你现在命不当绝，你要活到70多岁，而且你必须得悬壶济世，你得把我的医术发扬光大。当然了，你说托梦这个事情，我们觉得这个违背科学道理，对吧？不可信。但是你要知道，这实际上就是谭允贤心里头已经埋下这个种子了。所谓托梦不过是一个诱因而已，实际上谭允贤已经有这个悬壶济世，尤其是帮助女性的这样一个心理的潜意识在这儿了。而我这里顺便再说一句，谭允贤走上这条职业之路，还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什么心理障碍？古代只要是职业女性，都被预设为坏女人，你知道吗？只要你敢抛头露面，变成个职业女性，你就是人们下意识当中的坏女人。你看我举个例子《水浒》《金瓶梅》当中，那些淫梅
啊，是什么人呢？对不对？你比如说潘金莲和这个西门庆之间的淫媒是谁呀？王婆。为什么设置为王婆？你以为是偶然来的吗？那就是那时候社会意识的一种反应。你看那王婆自己说自己是啥？她就是个职业女性嘛，对不对？她说老身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脖溜，对吧？就是既能保媒拉纤，还能当老鸨，还能贩卖人口，还能为这个大官人勾搭良家妇女。怎么这个水浒和这个《金瓶梅》把这个勾引这个潘金莲，把潘金莲带坏？首先就设置为一个职业女性，这就是那阵社会意识的一种体现啊。因为那个年代普遍对职业女性比较反感，毕竟是一个父权社会、夫权社会，本来就认为女人就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应该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凡是能够到社会上去变成职业女性的人，她一定性格特立独行，一定桀骜不驯。另外一个，这帮的女人行动自由，所以勾搭坏良家妇女也是这帮家伙的所作所为。所以职业女性天然受歧视。当时甚至出现了这样的一种说法，你比如徐元瑞写的《力学指南》，那里边就告诫那些新进的官员们，说我给大家教一点职场上的经验啊，官场上的经验。地方上要侦破案件，有了不法之事，你们在侦查的时候要记住，三姑六婆一定要问到。为啥？因为三姑六婆这些女性接触的全是些社会不良分子，她们对江湖上的事儿很了解，所以你要打听消息，你们问她没错啊。而且他还说了，说是这帮子三姑六婆啊，往来出入，勾引听角关节，啊，扳挑奸淫，举坏男女。而且他说，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六婆者，啊，媒婆、牙婆、钱婆、药婆、师婆、稳婆，啊，前面的这个卦姑、尼姑、道姑、三姑我们就不解释了。什么叫六婆？媒婆不用说了，牙婆贩卖人口的，钱婆妓院老鸨，药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职业女医。请大家注意啊，职业女医也被划分到三姑六婆里边，而三姑六婆在官员的眼睛里都是坏女人。还有师婆，巫师啊，稳婆干嘛？接生的。哎，我的天，药婆、稳婆这两位都跟女性的健康是密切相关的。结果在你们的眼睛里，这是什么？这是坏女人的种类。所以他说啊，这些人呐，近之为灾，远之为福。你们靠近他，灾祸就到了；你们远离他，这就是你们的福分。到了这样的一种地步，你一旦变成职业女医，在别人的眼睛里，你就是三姑六婆当中的一个，就是坏女人。所以梁其姿写的《面对疾病：传统中国社会的医疗观念和组织》一文当中，就曾经说过，说是这个宋元明时期，有行动自由的职业女性逐渐被视之为社会败坏之根源，而且男人们还认为，啊，自家的良家妇女要远离这些职业女性，因为她们会带坏你。宋代李元弼写的这个《作义自珍》那里边就说勿放尼姑出入，收生妇势必依然，家里边不要让尼姑出入。家里边如果有女性生产需要接生婆来，接生一旦完毕，赶快赶走，不要让她在家里边逗留。为啥呢？因为他们会带坏职业女性，会让这帮的职业女性跟外边的这个坏男人有勾搭。沉香写的《州县提纲》那里边也说过，说你要是一家之长的话，你注意啊，不要让舞姬，就是那舞女啊，这个以及职业女性随便出入，否则教子弟奸淫。元才写的《元氏示范》里边也说过，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皆不可令入人家。凡脱漏
及引诱为不美之事，皆此草也。你看，你看，女医就这么个社会定位。所以，你以为像谭允贤那样在古代开设个医馆容易啊？很不容易啊！它不仅是个医术的问题，它关键是要克服很多的心理障碍。谭允贤善于辨证施治，本来啊，这个辨证施治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要根据患者的身份、家庭、生活条件、经济状况，这也是给他开药方、给他制定治疗方案一个出发点，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而谭允贤特别擅长从女性患者生活背景出发判断其病因。他写的《女医杂言》这本书，大家你去翻一下，你会在那里边，那不仅是一本医书。要有谁立志于研究妇女史的话，我建议你也把这本书看一下。为什么？你在那里边能够看到很多女性的苦闷，这些女性的苦闷在男性医者撰写的书当中是看不到的。原因很简单，男女授受不亲，看男医生的都少而又少，更不要说我在你面前倾诉衷肠了，怎么可能啊？所以在那里边，在《女医杂言》里边，你能够看到夫权社会之下那些女性的郁闷带来的疾病，你能够看到婆媳矛盾带来的女性疾病，你能够看到家务劳动的繁重带来的疾病，你能够看到求子的心理压力对女性健康的影响。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的女性如果生不出个儿子来，那简直就跟罪人一样。而这种心理压力最终都会反映在身体健康方面。还是那句话，女医杂言很可贵，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女性医者，到哪里能够听到这么多的病因去？所以，像谭允贤这样的女医，我们要对她们表示足够的敬意。